杨紫真是生闷气做大事，悄悄成立了第一家文化传媒公司。8月18日，杨紫上了热搜。这一次不是因为她的新作品，更不是因为她在热播剧中的表现，而是因为杨紫的第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的成立。据企查显示，杨紫最近成立了东扬子洲嘉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，并担任执行董事、经理、法定代表人，持股90.00%，是大股东。要知道，杨紫之前的附属公司都是个人工作室，可是她却悄悄成立了公司，真是大不了。就说这6个月来，有的艺人股份公司被执行了，有的艺人忙着退出股份公司，有的甚至注销了自己的工作室。当然，也有艺人忙着发展副业，比如张艺兴成立了音乐公司，朱一龙成立了影视公司。其实，很多明星除了拍戏，还有自己的副业，在娱乐圈并不少见。杨紫是一个深受观众喜爱的好演员，现在她还成立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。不管你做什么，只要你做对了，这样你就有了一个完整的底。02第一次看这部电影，就得到了网友们的祝福。他们2个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年轻演员，2人在娱乐圈的知名度都很高。杨紫这几年的势头也很强劲。自从她在电视剧《亲爱的爱了》中与李现走红后，她的事业一帆风顺，接连出演了多部大型女性影视作品。她的实力也是很厉害的，几乎每部剧都有大爆发，收视反响和收视都稳了。新生代演员王俊凯也很厉害。众所周知，王俊凯是最火的男团 TFBOYS 的队长，他不仅会唱会跳，演技也很不错。他和杨紫都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，而杨紫也是王俊凯的师姐，2人的关系还不止如此，他们曾经一起录制过综艺节目《高能少年团》。2人当时不熟，但因为这档节目，2人在节目上互动结识，还上过一次热搜。因为你还有杨紫，然后很多人觉得你们2个挺 CP 的，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？我们2个大概只是长得好看，姐弟恋。王俊凯是肉眼可见的皮，而杨紫也是爱闹活泼的类型，2人自然而然地搭上了戏。2人在节目结束后还冠以梳头姐弟的称号，简直太搞笑了。后来还录制了节目中餐厅，里面也有很多有趣的互动，还有他们的关系真的很好。我们都知道，小凯虽然是弟弟，但他有时也很成熟稳重。在节目中，他对杨紫是十分照顾的，而杨紫在王俊凯面前也完全没有妹妹的包袱。就像我们平时在家里和弟弟相处一样，他们2个在玩耍，互相伤害。有意思的是，王俊凯在节目中大秀厨艺的时候，做了一道糖醋肉菜给大家吃，大家也没有闲着，忙着自己的工作。首先是王俊凯主动喂杨紫吃排骨的时候，注意到杨紫下意识的反应，太真实了。面对小凯的照顾，杨紫需要避而远之，所以她下意识的要在没有其他人的情况下去追排骨，而小凯比较年轻的师兄并没有多想，不相信杨紫应该照顾生意上，他就直截了当的照顾杨紫。在子的口中，不得不说这太真实了。杨紫认为，虽然他和小凯是亲人，但他其实是在处理小凯粉丝的感情。可以肯定的是，杨紫能出名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他通常很轻松，但他确实有谨慎的一面。然后，在那一点上，我同样相信刷牙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友谊会永远持续下去。尽管最近杨紫肯定因为某些事情被卷入了舆论风波，但她和刘雪怡的蛋糕照料情节却揭开了刘雪怡和照料的关系。杨个人紫色蛋糕的视频消息一出，瞬间就登上了热搜榜，而且话题也不少。杨紫和刘雪怡也是一辈子的好伙伴，但我从来没有觉得他们会是这样。尽管杨紫和刘雪怡都站出来否认和反驳了八卦，但此时网络上再次传出一段高质量的视频，这需要人们不断思考2人是否在撒谎。2人没有再回答这个问题，你对此有什么看法？03沉香如片最傻的不是亡灵荧光灯，而是圣石子琪。看过沉香如片的观众，估计是鄙视剧中的荧光灯吧。更何况，
绝大多数对影灯的评价是不能战斗的小强，如果不能得到盒饭，就已经犯下了天上的光辉法则，有可能被当场处决，或者被放逐到地球。没有任何消息，但荧光灯的事情不应该说吗？他真的开始了另一种生活。唐周等人很难发现其中的不完美之处，他甚至被冻僵了。谁能想到他真的有可能复活？为了让自己更踏实，他需要去花海世界，将每一个妖兽的邪气化身都吸进去。这还没有结束，隐士做了一个安排，不管他被赋予多少莫名其妙的力量，他都能承受所有的结果，说不定真的会让对方保留自己的大部分发展。幸运的是，颜丹总体上是优秀的。在大结局中，他终于用一件遗物将荧光灯熄灭了。他之前在很多场景中都抱怨过荧光灯，但我没想到他会走到最后。这不是挑战人群的约束？问号。本以为杀死荧光灯是多余的，但看到天使子琪出现后，我才明白什么叫可笑。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喜欢在魔族周围徘徊的圣使？妖魔之争的根本驱动力在于子琪。他明明是个小妖精，也没有好好待在宏大领域，竟然还去邪气团玩。一脚踹，站着就是担心那小子可能会受到伤害。在发现这小子的弟妹被移走后，他会闯入魔族天牢区域救人。综上所述，这里是魔族，怎么会这么随和？白天穿一件睡衣，会安静的救人。关键是在他发现这是一个圈套之后，他根本没有离开，而是将玄香扛在了头顶。他担心的是，那些魔官可能根本不知道如何衡量和对待优秀的人。受到伤害，作为一个小精灵，他可以理解子期救人的兴奋，但他从不觉得自己来自小精灵世界。万一的了他，岂不是给妖界带来了大麻烦？无论如何，准备留在魔族，就这样从容不迫地为玄翔加油。更疯狂的还在后面，明明只有一面之缘，子期和玄翔却是深情到了极点。两人确认恋情后不久，就被活着的老人隔离了。从此，子期被俘，数以千计的魔族武者被杀。关键是生前，子期明明看出邪神是假的，但他就是不肯揭穿，任由大人的可怕力量在魔儿中老去。王牌，这最终促成了永恒的地位。邪恶的存在战争，不管龙子琪是个精明的人，他也不会来妖孽养地狱，更不会被别人的着。从燕丹怀胎的那一刻起，恶魔们的欲望就被揭穿了，他这个小妖精就不用小心翼翼了，甚至还跑到魔族给个人一个把柄。这显然不是要开始小精灵和撒旦之间的冲突吗？说的有道理，这样的角色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存在，但在他看来，仙人的存在和大量的武将传吉他，你不觉得很有趣吗？一道荧光和一道紫气都被认为毁掉了崇高世界的威严。第一个是崇拜的直接结果，而随后的一个完全不知道为什么。一时间，我分不清这是一个荒唐的情节还是一个人。荒谬的。无论如何，这部电视剧都是假的，观众也为这个形象感到高兴。万一你很重要，你就真的输了。